解放军开展联合利剑2024B 演习的同时，国台办14号宣布，依法对沈博洋、曹兴诚和黑熊学院实施惩戒。这也是今年6月国台办联合两高三部发布惩戒台独顽固分子意见后，再有台独顽固分子被列入黑名单。目前该名单总人数已达12人。 10月14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经认真检查甄别两岸民众向国台办征集台独顽固分子线索举报邮箱举报的线索信息，决定依法将沈博洋、曹兴诚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对黑熊学院及沈博洋、曹兴诚实施制裁，禁止沈、曹及其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限制黑熊学院及沈曹的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并将依据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有关规定，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依法终身追责。 陈斌华表示，经核查，黑熊学院在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干涉势力扶持下，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甚至亲子活动等幌子，明目张胆培育暴力台独分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其中，沈博洋作为黑熊学院负责人，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恶意向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兜售台独主张和仇中思想。曹兴诚则为黑熊学院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提供巨额资金支持，卖力鼓吹以武拒统、全民皆兵，还投资策动拍摄台独题材影视剧，以各种方式灌输反中谋独的精神毒素。 沈曹台独思想顽固，涉台言论嚣张，谋独行径恶劣，肆意以外抗中，赤裸裸的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国台办此次新增台独顽固分子惩戒名单，是今年6月21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后，再有台独顽固分子被列入黑名单。 意见明确，对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案件，可以依法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台独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如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最高可判处死刑。目前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共计12人。 黑熊部队啊，那顾名思义啊，就是准备到深山里面，听起来就准备打游击。 里面当然就包含了这个，除了强烈的台独的味道、反中的讯号，然后同时在教育散播一种军事斗争的民间准备。 所谓黑熊学院于2021年由沈博洋等人创立。对于沈博洋，外界并不陌生。今年5月17号，台立法机构上演全武行，轰动岛内外。而当天闹剧的名场面，就是一名民进党民代从主席台高处跌落，被担架抬走。此人便是沈博洋。而当天在会场外聚集挺绿的大部分人，均来自黑熊学院。 今年42岁的沈博洋，在今年2月前的从政经验为零，其工作经历包括补习班老师、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等。2021年，他成立黑熊学院，摇身一变成为所谓认知作战专家，逐渐在岛内政坛收获知名度。 去年，赖清德担任民进党主席后，将沈博洋列入不分区民代名单男性第1名，让外界大跌眼镜。沈博洋的政治立场接近武装台独派，赖清德重用他，无疑有强烈的宣示意义。 沈博洋就任后，极力鼓吹武力拒统。8月31号，黑熊学院在彰化成立新基地，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受邀担任开训嘉宾。据悉，黑熊学院训练对象为一般民众，内容号称是以消防、搜救、避难、治安维持等能力为主的民防知识与技能，分成讲座、基础营与户外演训3种，并扬言3年打造300万黑熊勇士，要让台湾所谓全民皆兵。岛内媒体曾经揭批，沈博洋除了是个主张激进暴力的台独分子，同时又是一个醉心于做台独生意的政治骗子。
黑熊学院面向台湾普通民众开设消防、搜救等课程，每堂课要卖23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505元。他们兜售的防卫工具包，一个要卖20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40元。而台湾网友发现，同样的工具包在大陆电商平台只卖50多元人民币。除了沈伯洋，黑熊学院的另外一个核心人物，也是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台湾第2大芯片制造商联华电子的创始人曹兴诚。他曾扬言向台军方捐款30亿新台币，约合6.7亿人民币。今年7月，由曹兴诚参与投资的电视剧《零日攻击》被岛内绿媒及侧翼大肆炒作，故事背景为所谓台海开战倒数7天。其17分钟的先导片被放出后，遭舆论痛批，完全脱离战争、军事、政治的基本逻辑，荒诞无比。岛内舆论观察认为，建黑熊部队目的就是将普通民众推到第一线，因为任何因激进意识形态武装化或军事训练的群众，一旦受野心政客撺掇，很容易发展成无法受控的暴力组织。台湾联合报曾指出，曹兴诚与沈伯洋个人的黑熊思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赖清德所代表的绿营整体走向黑熊化，毫无两岸和平或协商概念，只剩巷战思路，就是战斗台独。作为黑熊学院呢，就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老百姓，让他们了解一些基本的军事技能。实际上，作为民防来讲的话，掌握的是自救互救，包括基础的一些防卫能力。当然，我觉得沈伯兴背后是不是有哪个台湾岛内的官员在支持，包括民防组织的官员在支持？因为现在台湾岛内的民防组织是归所谓行政部门管辖。那么作为行政部门的话，他或许手上会有一些经费。国台办官宣对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措施的同时，还回应了解放军当天举行的联合利剑2024 B 演习，表示这是对赖清德不断编造台独谬论、宣扬分裂主张的坚决惩戒，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挑衅的有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如果赖清德当局执迷不悟，继续谋独挑衅，将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今年5月20以来，其实它的两岸的论述来讲，对大陆来讲都构成一定的挑战。你说挑衅，或许也不为过。总体来讲，那大陆方面很显然就借由各种政治，或者军事的手段持续施压。联合利剑2024 B 演习引发岛内强烈反响。据悉，14号上午，赖清德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相关部门提出应对方案。另一方面，台防务部门声称，台军雄2导弹已机动至战时预备阵地，瞄准解放军的演习海域。岛内舆论纷纷批评，解放军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2度围台，就是因为赖清德的言论刻意升高对大陆敌意对抗。另外，这次演习不仅是对民进党当局发出威慑，也向插手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信号。蟒蛇战术就跟蟒蛇缠住猎物一样，它会越缠越紧，然后一直到你窒息为止，就很明显，一次比一次紧，一次比一次严重。绝大多数的演习是在干什么？你知道，不是针对台湾本身，而是在阻断未来美国可能的救援。他要让日本、美国、澳洲，你想都不要想，我区域拒止，直接把你挡在这个区域外面。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务院发言人针对联合利剑2024 B 演习相关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势力的挑衅必然会遭到反制。中方一直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个地区国家是有目共睹的。如果美方真的在乎台海的和平稳定和地区的繁荣，就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将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同一天，国台办宣布依法对沈伯洋、曹兴诚和黑熊学院实施惩戒，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再加2人。您是如何来解读大陆方面的最新举措？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有些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不但是发表这样的言论，而且呢，还就是做出相应的行动。什么叫相应的行动呢？台独分裂这个势力或者言论，
它是一些就是有规模或者是说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的，那很显然是一种对抗和分裂的行动啊，因为它是要煽动民众的这种心理。还有一个呢，就是组织这样的组织来进行这种行动，因为这也属于是舆论呐，就是抹黑中国大陆和这个渲染啊，就是台独分裂，还有呢就是把它的这种就是理念啊注入到更广的这个范围中去，所以这是一种行径啊，就不简单的是一种语言或者是言论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对这种分裂的势力或者说分裂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回击。你看，首先是人员很少，只有对2个人员和1个团体做出了相应的制裁，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只是少数人的意愿或者是所为，那么我们就对这少数人和这个少数的团体进行制裁和管控啊，就把它列入名单进行打击。而对于其他的，就说我参与了，我只是听了课，或者是说我只是参与其中的，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那这些都不涉及到就是分裂的行径或者是分裂的言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尺寸的把握是非常严格的，只是对少数个别人和少数的组织进行回应，或者是对他们进行打击，而且也是一种警示，就是要划分开哪些是这个正常的，比如说我的一些言论或者我的一些正常的行为，而有些人是故意的进行煽动或者破坏或者是挑唆，那这些行为或者这些言论必须受到打击和惩罚。